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文芳二宝 Reading Mom。那今天呢，我想呢回答3个特别常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学前儿童有必要学习拼音吗？那我认为呢，在咱们国外长大的孩子呢，完全没有必要在学前呢学习拼音，因为呢，他们上学以后呢，学校里都会教自然拼读，而拼音呢，其实跟自然拼读呢是差不多一个原理的。等他们学会了自然拼读以后呢，很容易就会学会拼音。为什么我们要在学前花大量的时间自己教孩子学拼音呢？与其这样的话，我们还不如把同样的时间用于亲子阅读，对孩子不是更好吗？而且呢，我们都知道汉字呢，它是图形文字，需要更多的是图形的记忆能力。那多培养孩子们的观察力，孩子呢就会更加的擅长区别汉字与汉字之间的一个微小差别。另外呢，新中国成立以前呢，根本就没有拼音这一说的。那从古至今呢，中国人不都是通过阅和读来识字的吗？那古代人呢诵读古文，咱们现代人呢也可以通过阅读现代文来识字。再者呢，如果孩子呢先学会拼音后呢，很有可能他在读书的时候呢，他就只盯着拼音看，而不是看下面的一些字，这样呢反倒会影响认字的速度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你对中文学校有什么看法呢？那咱们大部分的家长呢都知道，在国外长大的孩子呢，仅靠周末在普通的中文学校里学一点点的中文知识呢，就想去实现中文自主阅读呢，根本没有，如果没有家庭的努力的话，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但是呢，孩子们在中文学校里呢，可以结识一些其他的中文伙伴，一起玩耍时交流中文，来提高他们的一个中文交流的自主性。那已经上小学的孩子呢，可以在中文学校里呢学习如何写汉字。如果呢他们有机会能够学习如何写毛笔字，那就会更好了。那孩子们如果能够在学校里呢一起听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，一起过中国节，一起听一些24节气的故事呢，甚至能够做一些跟节日或者节气有关的手工作品等等，就比咱们自己在家里跟孩子读这些故事呢，就会更有气氛些。但我带姐姐只去过3、4次的中文学校，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想让他结识那里的小朋友，平时呢有一个讲中文的玩伴。但是呢，对于我这样一个平时要上班的妈妈来说呢，周末还要早起做出发前的各种准备，然后呢带孩子们去上课。上完课中间下课还有玩耍呀，然后再到放学回家，那么一整上午的时间就没有了。那我当时就想呢，用这个时间我可以睡个懒觉，周末休息一下，然后呢轻轻松松跟孩子们看一会儿书，看完书我们就能够各自做各自想要做的事情，多轻松的一个周末呀。所以呢，我就很快就放弃了带孩子们去上普通中文学校的一个想法。那疫情以来呢，多数的中文学校呢，他们都改成了网课，家长们倒是轻松了不少，孩子们呢却少了玩伴。但有一些中文学校呢，他们是通过带孩子们来读经，或者至少是诵读古文，或者呢是学习某某快读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识字书，来教孩子们认字。那其实呢，通过我上几期的视频呢，我已经表达了我自己的一个观点，这些方法呢，其实呢都没有什么必要。所以呢，希望家长们呢能够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，并且呢，非常重要的是呢，一定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意愿来决定是否送他们去中文学校学习。而且我认为呢，学前的孩子呢，应该充分的接触大自然，要打开孩子们的感官。他们不仅呢需要用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，更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去感知这个世界。那通过广泛的养育呢，孩子们的知识会自然的跟进。那太小的孩子如果被放在学校里呢，灌输知识和规矩呢，就会大大的削弱他们的感知力。第3个问题是，海外儿童有没有必要学写字？如果有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起呢？学前的小孩子呢，我是不建议学写字的，毕竟他们的手型呢还没有固定好，而且呢，听说读写呢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。那小孩子呢，真的没有必要急着去学写字。
大家知道，现代社会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电脑来输入，而且呢是通过语音输入。我想随着社会的进步呢，书写汉字呢会更加的容易。那么有必要那么急着让孩子去学写字吗？那国外长大的孩子呢，即使不学写汉字呢，将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完全不会影响到他们读中文书、吸收相关的信息或者是知识。如果你指望说孩子通过写字来认字的话，那这样的认字速度呢就会太慢了，而且呢，有可能等他能写字的时候呢，已经错过了孩子学认字的最佳时期。那么说到识字呢，我有做了2期视频，详细分享了儿童如何快速识字、破识字关，从而达到自主阅读的水平。欢迎点击上面的链接收看。所以我认为呢，孩子将来呢能够认识笔画，知道个笔画顺序，能够查字典就够了，完全没有必要下大的功夫去学写字。那么等孩子长大后呢，比如说6岁起开始上了小学，他们要学当地的语言文字，这个时候呢有足够的手劲儿，握笔呢也比较轻松。他当然要练当地的语言，但同时呢也可以开始学习写汉字。如果家长对孩子学写字的要求比较高的话，那我呢，因为不是要求孩子非得学写汉字，就提前买好了字帖放在家里的书架上，我也没有要求说我的孩子们一定要学写汉字。那姐姐呢就会偶尔找出来我买的字帖，比如说像这种的，这是凹槽字帖，就是里面的它有，就是里面这些汉字呢，它有专门配的水笔，写过一次呢会干掉，干了以后可以下次再重新练习的，而且因为是凹槽的嘛，字会练得比较规规矩矩的。那里面还有笔画顺序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像这样的笔画顺序，我给他解释过1-2个字后，他就知道哦是按着这个看笔画顺序，然后他就可以自己练字了。所以我从来不要求孩子们练多少汉字，每天写多少字，只要他有兴趣，自己就找出来，自己拿着写就可以了，会个笔画顺序。或者呢像这种本子，也是有一次呢，姐姐不小心翻出来的，她也看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呀，里面有这种，也是这种字帖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下面是字，上面可以印着它写，她觉得特别有意思，自己呢，拿出来就写，甚至这一页，她当然写的比较潦草哈，10分钟就写完1页，很快的。我记得上次，她好像1周之内就写了。10几20几页，就练了10几20几页。所以如果一个小孩子他有兴趣，忽然想写字了，他自己就会抓住机会练字，根本不用家长督促的。比如说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因为那个薄膜纸呢，他喜欢写完就撕掉，所以呢这就是他写的，比如说很快，刚开始还用铅笔写一下，那到后来呢就跟玩似的，用这种的自己写完和画的格什么的，一会儿红一会儿蓝的，总之呢，只要他有兴趣去写，那就是好的。我从来不管他是怎么个练习，就像我说的，现在的孩子呢，不需要非得会写汉字，将来会用电脑输入汉字就可以了。总之呢，几天之内呢，他就写了这么好多篇儿。我感觉小孩子嘛，爱玩的时候怎么都是好的。没有必要强迫孩子学练字的。那有关儿童自主阅读的主题呢，我呢就分享到这里。大家有问题呢，欢迎继续在评论里留言。或者呢，如果有某一类问题比较集中的话呢，我也会在下一期的视频里呢总结回复给大家。如果大家呢有需求，想让我给大家推荐一些绘本的话呢，也请在评论里留言。那我呢尽量会在以后的视频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在今后的视频里呢，我会对一些常见的育儿焦虑问题呢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，非常感谢。